2025年10月，原福彩中心主任冯亚平涉嫌受贿罪，金额特别巨大，被提起公诉。2019年，福彩中心原副主任冯立志受贿585万元，涉嫌滥用职权，造成1.6亿元彩票业务费流失。2018年，福彩中心原主任王素英涉嫌受贿及滥用职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超7.5亿元。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原副主任王云歌等14名官员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悉涉案金额高达1360亿元。2015年，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被曝非法获利27亿元。我就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万亿级别的金钱游戏里，当庄家、裁判甚至看守金库的人都在忙着往自己口袋里塞钱的时候，屏幕前的你凭什么觉得那个特等奖会轮到你？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人。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打碎不少人的发财梦，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讲清楚。我们来理顺时间线，从2025年一直回溯到2004年，去翻看中国彩票那本厚厚的账本，看看那些辉煌的销售数字背后到底藏了多少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我为什么劝你在这个游戏里谨慎购买。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10月，最高检呢甩出一则重磅消息，原福彩中心主任冯亚平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之中，传言涉案金额高达2万亿。我当然是不太相信这个数据的，毕竟福彩每年的销售额也就2000多亿，但是央视新闻里使用了金额特别巨大6个字，你没有看错哦，连许家印案都没有使用特别巨大这个词。这是继陈传书、鲍学全、王素英之后，福彩中心落马的第4位一把手。你敢相信吗？一个发彩票的单位主任这个职位的损耗率堪比韩国总统。接着时间线来到2023年底，延续到2024年的快乐吧2亿大奖事件，这真是把普通人的智商按在地上给摩擦。江西南昌有一位神秘的大哥，对着一组没人要的冷门号码，一口气买了5万注，花了10万块钱啊！结果怎么着？精准掏空奖池，中了2.2个亿。更炸裂的是，因为触发了限赔规则，单注奖金被精确的压到了4475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2.2亿1分税都不用交。这是中国彩票史上第一个把避税玩到极致的案例。虽然官方查了半天说合规，但是我就问一句，屏幕前的你会花10万块钱去买一组大概率打水漂的号码吗？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吗？再往前倒几年，重头戏来了，让我们回顾那个惊心动魄的2016到2018，这是官方定性的系统性塌方腐败。但这帮人到底是怎么把公家的钱像变魔术一样变没的？这得分财色狂3个篇章来讲，精彩程度绝对秒杀现在的都市职场剧。首先是财的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福彩界有一只会下蛋的金鸡，叫中福在线。这是一种即开型的视频彩票，其实有点像那种合法的电子老虎机啊，吸金能力特别强。运营它的公司叫做中彩在线，名义上这是一家国有的持股公司，但是记者王志文当年的一篇报道揭开了盖子，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贺文简直就是一个玩弄股权的高手。他通过一系列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空壳公司，什么嘉禾置业，什么关联持股，硬生生的把这家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了自己的手里。结果是什么呢？中福在线卖了几百亿，按照规定大部分的利润应该上缴国家做公益，但实际上涉及几十亿元的国有资产收益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入到贺文的私人腰包里。而福彩在线的副主任冯立志作为中彩在线的董事长，本应该守好国库的大门，却收了贺文几百万的赃款，而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帮忙把门打开。在福彩历史上，原主任鲍学全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早在2012年，网上就有人实名举报他，举报信的内容非常的劲爆，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与系统内7名女性保持了不正当的关系。当时网友戏称这是鲍主任和他的7仙女。但是最魔幻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并没有处理他。时任民政部部长的李立国不仅没有彻查，反而动用权力把这个事儿给压了下去，美其名曰治病救人，
但是这种大事化小的包庇，直接导致了后来更大的烂摊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连部长、副部长都被一锅端，因为烂根是从头顶开始的。虽然让自己撕开了身心最丑陋的那一步。我们看到这个在纪录片里痛哭流涕的女主任王素英，大家不要被她的眼泪骗了，她在落马前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她接手福彩中心主任的时候，前主任鲍学全已经出事了，按理说她应该兢兢业业，对吧？根据中纪委的通报，他在组织调查期间，不仅没有主动交代，反而出现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他与相关的涉案人员签订了攻守同盟，约定谁进去都不能乱咬。他还疯狂的转移赃款，甚至把贿赂来的钱用巨额保险来洗白。他在忏悔录里说：“我以为只要把账做得平，只要嘴巴严，就能蒙混过关。”可惜啊，他算得了账本，却算错了人性。在铁窗面前，他那些盟友为了减刑，卖他比卖谁都快。再往前，2015年，这一年发生了2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中国彩票的生态。第一件是互联网彩票的突然死亡。在那之前，淘宝、腾讯买彩票多方便啊，为什么突然8部委联合封杀呢？除了防范未成年人，最核心的原因是4个字：吃票和私庄。很多小网站收了你的钱，根本没有去彩票中心出票，他赌你是不会中奖的，你没中，钱归他；你中了，他跑路，这就叫做私庄。更重要的是，各省为了抢互联网的流量，疯狂给大厂回扣，导致国家财政严重流失，所以呢，必须一刀切。所以2015年2月28日，淘宝彩票在其官网发布淘宝彩票暂停销售公告称，接到福彩中心发行中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通知，于2月28日凌晨5时起，陆续暂停销售全部在售彩种。第二件是著名的双色球延迟开奖事故。2015年1月25日，原本晚上9点30分的直播突然取消了，直到2个小时以后才公布号码。官方的理由是数据检索异常，但是在那个信任脆弱的夜晚，全国彩民都在问一个问题：这消失的2个小时，你们是不是在筛选一组没人买的号码？这成为了福彩公信力崩塌的起点。讲完故事，我们来算算账。为什么5人我劝你别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彩票上？第一，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了。2018年之前，福彩一直是老大，但是暴学全案爆发在2018年，体彩首次反超，从此把福彩按在地上摩擦。为什么呢？因为相比于双色球这种纯靠概率的摇奖机，也就是纯粹的黑箱游戏啊，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买体彩的竞彩足球，至少足球赛是踢出来的，虽然也可能有假球吧，但是至少比摇奖机的可控性低一点。第二，年轻人在搞降级消费，这2年什么最火？刮刮乐。2024年即开型彩票销量暴涨，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们活得通透了，他们不再相信那种积累几亿奖池的大饼，也不相信每晚9点半的奇迹。他们想的是，与其让你在后台改数据，不如老子现场刮，刮出来多少是多少，主打一个所见即所得。这哪是买彩票呢？这就是买的2分钟多巴胺，买的是一种我不信系统的无声抗议。第三，中奖概率后面的幸存者偏差。我们总能看到新闻啊，北京有人中了5.7亿，浙江有人中了5个亿，而那些领奖的人啊，要么是穿着熊猫服，要么是扮成米老鼠。这些巨奖往往诞生在奖池水位最高的时候，每当奖池积累到几个亿，总会有一个被投侠横空出世，几百倍的投注，一把清空奖池。这是运气吗？在数学上，连续买中几百注1等奖的概率，比你出门被雷劈中3次还要低。如果这不是运气，那就是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圈里叫内幕交易，普通人是没有资格拿到内幕的。说了这么多，我不是为了彻底否定彩票，毕竟福利彩票的初衷是好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些年也确实修了不少福利院。但是当公益的招牌变成某些人私利的遮羞布，当监管者变成监守自盗的硕鼠，这个游戏就已经变味了。彩票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幸运税，有钱人呢应该多帮帮穷人，但在现在的机制下，它越来越像一种智商税，甚至是一种穷人税。它利用了人性中对一夜暴富的渴望，收割着那些最需要钱、最容易绝望的底层群体。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兜里正好有2块钱零钱，路过彩票站进去买一注，图个乐，支持一下楼下的老板生意，没问题。但如果你指望着通过研究走势图、研究什么冷热号来改变命运，甚至想梭哈身家去搏一把，那我劝你睡一觉吧，梦里他什么都有，而且不收税。好了，我是五人，是那个不愿意让你交智商税的五人，我们下期再见。